我的丈夫在工地上竟然有了一个临时的伴侣。当我察觉这一切时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个女人以怀孕3个月的肚子为傲，用轻蔑的目光看着我，讥讽我生育无能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面对她的嘲讽，我并未动怒。我甚至向她伸出了橄榄枝，主动提出要在她月子期间照顾她。我想，这大概是大度，也或许只是我想看看这场戏如何收场。从那以后，他们仿佛过上了无忧无虑的日子，每天都沉浸在简单的幸福中。但他们都未曾察觉这宁静背后的风暴。他们不知道，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当我走进村子，察觉到村民们的眼神中透露着难以名状的诡异。村里的小道弥漫着一种莫名的气氛，让我心生慌乱。离家还有一段距离，我就捕捉到家中传出的异样声响，那声音中充满了暧昧与放荡。我的脚步不自觉地加快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慌乱。我穿着你老婆的内衣，和你一起躺在这张床上，是不是超级刺激？一个娇媚的女声挑衅地说道。我猛地推开门，眼前的景象让我瞬间愣住。我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紧紧地纠缠在一起。我目光下移，注意到那个女人的腹部微微隆起，显然已经有了身孕。她见我进来，不仅没有丝毫的羞愧，反而故意将内衣下拉，露出肌肤，眼神中满是不屑。你就是某某某口中的黄脸婆？那个女人讥讽地问道，眼神中透露出对我的轻视。我的丈夫起初的慌张与恐惧已然消失，此刻他的脸上只剩下对那个女人的宠溺。我的丈夫随口夸赞着那个女人，仿佛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。那个女人得意地抚摸着肚子，仿佛拥有了全世界的筹码。我面对着他们，脸色没有丝毫变化，因为我在进门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一切。他们不仅打算让我养活他们的孩子，还想毁掉我的清白，甚至用视频威胁我。在他们紧张的注视下，我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了深不可测的笑容。我伸出那双因常年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，轻轻地放在那个女人的腹部。这真的是你的骨肉？我由衷赞叹道。那个女人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与不解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有些失落地说，我生不出孩子，还是你厉害。我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，你放心，以后你坐月子，我来照顾你。他们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都愣住了。我的丈夫搂着那个女人大笑起来，轻蔑地拍了拍我的脸，仿佛在确认她的所有权。你得好好对待霞霞，咱们离婚后，我还可以考虑给你留点生活费，几千块吧。他的话语里带着威胁，但我却只是平静地看着他，如同一个无害的旁观者。我微笑着点头，仿佛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我会的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我暗下决心，要让这个孩子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。在工地上，临时的夫妻搭档并不少见，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默认的生存方式，是大家心知肚明却又避而不谈的秘密。工地上的男女为了生活而搭档，过着像夫妻一样的生活，即便他们可能已有自己的家庭。关于苗远杰在外面的风言风语，我早有耳闻。这次张霞直接找上门来，显然是肚子里的孩子让他有了底气。我猜想他是想找我谈判，为他的孩子争取名分。自我答应照顾他的月子后，苗远杰和张霞在我面前更加放肆，他们经常在我面前亲昵，仿佛我是个透明人，
昨晚他们的动静格外大，张霞在事后紧贴着苗远杰，低声说着他弟弟即将结婚，需要钱。苗远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他们的计划仿佛已经成型。今天吃饭时，张霞不满地踹了苗远杰几脚，我装作没看见，心里却明镜似的。不等苗远杰开口，我主动提及：“哦，对了，远杰，村里刚发了1万块的补助，说过年后还有几十万的款项要下来。”听到几十万，苗远杰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他急切地伸出手，快，先把那1万给我。我慢条斯理地走到柜子前，取出一沓厚厚的钞票递给他。苗远杰和张霞两人一起数着钱，脸上露出贪婪的笑容。我趁机提议：远杰，工地上的活那么辛苦，现在咱们有了这笔钱，还有即将到手的几十万，你不如就辞了工地的活吧。张霞急忙用胳膊肘捅了捅苗远杰，显然他还惦记着他弟弟的事情。苗远杰有些迟疑，可是我们已经和工头说好了，明年还回去。他还没说完，张霞就急得翻了个白眼。张霞眼中闪过一丝贪婪：你的钱以后都是远杰和我的，养我们的孩子，你可得尽心尽力。苗远杰急忙拨通村长的电话，询问那几十万的真实性。得到村长肯定的回答后，他得意地笑：这孩子还没出生就给我们带来了财运，真是个福星。我只是淡淡的笑，没有回应。有了我的那1万块钱，张霞开始琢磨着让苗远杰多给他弟弟几千，而苗远杰自从听了我的承诺，俨然已经把我的钱看作了他的私有财产。不过真要他出钱时，他还是有些不舍。凭借他的3寸不烂之舌，轻易的就把张霞给哄骗过去了。当天傍晚，苗远杰打电话给工头，辞去了工地的活。工头在电话那头怒吼：你他妈的现在辞职，让我明年上哪儿找人去？苗远杰先是嬉皮笑脸，最后直接撕破了脸皮：老子早就受够了你的气，钱少活多，老子不干了。说完，他狠狠地挂了电话。老公，你真棒！张霞紧紧抱住苗远杰，一脸的谄媚。她挺着大肚子，紧贴着苗远杰，两人显得异常亲密。我看着他们恩爱的模样，心中竟也涌起一丝莫名的欣慰。那几十万的分红确实存在，但那是我村里乡村振兴项目的收益，我的那份钱全都记在了我母亲的名下，与他们没有半点关系。然而苗远杰和张霞却以为自己即将发大财，整日趾高气扬，四处炫耀，无形中得罪了不少人。原本打算帮他们介绍城里工作的村支书，也被他们的行为气得住进了医院，甚至放话说以后苗远杰的事他再也不会管。他们的名声就这样被自己彻底毁了。张霞自从怀孕后就变得挑剔起来，总嚷嚷着要吃各种补品。你们这村子真是太落后了，我看城里的女人怀孕都吃燕窝。她不满地抱怨着，要不是看她那黝黑的皮肤，满脸的皱纹，单听她那娇滴滴的嗓音，还真以为她是哪个豪门的大小姐呢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尽心尽力地满足她的要求，为她准备各种好吃的好喝的。家里的鸡刚下了蛋，我立刻就给她煮上了，可她却一脸不屑地将水煮蛋扔在地上。谁要吃这水煮蛋呢？我要吃野鸡。她双眼放光，一副贪婪的模样。野鸡？我轻轻地皱起了眉头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村的后山那儿的野味真的是人间美味，吃过一次就忘不了。我向张霞生动地描述着，引得她口中生津，眼中流露出渴望。
话锋一转，我严肃地说：“然而，它们都是受保护的动物，吃了可是违法的。”张霞一听到违法2个字，神情明显一致。霞霞，你就别想了，这种美味我们无福享受。我继续刺激他，看到他因为无福2个字皱起眉头，显出不悦。说实话，我和远杰新婚那时，他给我带过一回，那滋味简直是人间极品。张霞一听苗远杰曾为我捕获过，立刻激动起来。为什么你可以吃，我就不行？我今天非要尝尝不可。他带着哭腔向苗远杰撒娇，非要吃到野味不可。我怀着你的孩子这么辛苦，却连一顿野味都吃不上。苗远杰在张霞的软磨硬泡下，终于松口。不就是只野味吗？没问题。深夜，我听到了苗远杰偷偷出门的声响。几个小时后，他带回了一只野鸡。外面响起了凌乱的脚步声和鸡鸣，整个晚上都不得安宁。第2天，张霞得意地在我面前展示吃剩的骨头。远杰说他从没给你抓过野味，你别做白日梦了。现在把这些收拾干净。我没有反驳，默默地拿起扫帚，认真地清理着骨头。同时，我还不忘恭维张霞，远杰真的是把你放在心尖上，连违法的事都愿意为你做。这要是被发现，可是要坐牢的。张霞故意踢散我刚扫好的骨头堆。你少诅咒我们，这穷乡僻壤的谁会知道？你难道想去告密不成？怎么会呢？我生不了孩子，还指望你给远杰生个大胖小子呢？张霞听了这话，得意地抚摸着肚子回房休息了。我从角落里拿出手机，苗远杰呀，苗远杰，你就继续宠他吧，多捉几次野鸡，离你坐牢的日子也就不远了。在吃了几次野味之后，苗远杰开始抱怨，说怀孕的女人真是难伺候。我给他斟上一杯酒，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暧昧。我故作不知，随口说道：“听说邻居家的儿媳妇怀孕时营养不足，生出来的孩子又瘦又小，差点没养活。让霞霞多补充点营养总是对的，但捕捉野味是违法的，你千万别碰。”张霞不知何时冲了出来，挥舞着扫帚朝我攻来，同时口中怒骂：“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生不出孩子就抢我的男人，真该死，真该死！”我急忙摆手否认他的指责。我巴不得你们的孩子健康出生，又怎么会诅咒你呢？只是孩子营养不足的问题很普遍。远杰，我的建议真的是为了你们好。苗远杰近日已对他感到厌烦至极，他猛地推开他，并重重扇了他一巴掌。你是不是被惯坏了？快给我回房间去，表现得像个泼妇一样。张霞抽泣着退回房间。苗远杰原本打算来我房间，但张霞在网上买了些东西，说要穿给苗远杰看。结果那晚苗远杰一直留在他房里。自那以后，张霞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开始疯狂地吃东西。她的食量剧增，一顿饭至少能吃掉1整只鸡。我尽心尽力地为她烹制各种美食，鸡鸭鱼肉应有尽有，只要她想吃的，我都会为她准备。我轻声劝慰她：“霞霞，吃慢点，别着急。”她却一把推开我，继续狼吞虎咽。你不让我吃，就是心疼钱吧？我偏要吃个够。苗远杰也察觉到了张霞的变化，霞霞，你得控制一下食量。张霞委屈地望向苗远杰，我这么吃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。怎么，你不再爱我了吗？苗远杰当然立刻软下心来，安抚张霞。短短3个月内，张霞整个人胖了一大圈。身高1.6米的他，体重飙升到了210斤。苗远杰看到他都感到反胃，
于是又开始明目张胆地对我表示好感。某日，张霞挺着臃肿的身躯出来晒太阳，我端着水杯，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。你能不能走快点？张霞不耐烦地催促我。不知情的人恐怕会误以为她才是苗远杰的正式妻子，她总想往外跑，但我偏偏不让她出门，只让她在自家院子里走走。就在这时，一杯热茶突然泼向了我。张霞双眼冒火地盯着我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觉得我让你丢脸了？别忘了，你可生不出孩子，苗远杰会为你去抓野鸡吗？我肚子里怀着的是苗远杰的骨肉，你凭什么拦我？我越是试图阻止他，张霞却越发坚持要出门。他甚至故意往村里人群最密集的地方走。看到张霞如此嚣张地指使我，村里的居民自然是看不过眼。这个女人真是不要脸，当小三还这么嚣张。有人愤愤不平地说道。张霞却尖声回怼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，能生孩子才是真本事，你们这些人懂什么？结果他这番话激起了村民们的众怒。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！贱人！我故意后退2步，装模作样的劝架，实际上却是在一旁冷眼旁观。有个胆子大的女人直接冲上前，扯住张霞的头发，将她推倒在地。张霞现在体重过重，行动笨拙，一摔就站不起来了，身上沾满了泥土。其他人见状一拥而上，有的扯衣服，有的抓头发。张霞被打得鼻青脸肿。她不知道的是，我早就把苗远杰出轨的事情传了出去，再加上之前村支书的那件事，村支书的老婆也在一旁煽风点火，提醒他们要小心自己的男人被抢。这群女人哪里能忍受得了这种事？他们把张霞按在地上摩擦，张霞疼得哇哇大叫，一会儿诅咒这些女人活该被抢老公，一会儿又求我救她。然而这只是开始而已，苗远杰还没来呢，接下来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最近苗远杰越来越厌恶张霞，一开始他只是在我面前抱怨张霞像头只会吃的肥猪，后来他把主意打到我身上，但没有找到机会，于是又转移了目标，隔壁的寡妇李素梅。起初李素梅只是来借酱油的，但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夸赞她。我怎么觉得李姐最近又变漂亮了？可惜李哥去世得早，要不然以李姐这模样和身材，肯定能把她美死。随着我不断地夸赞李素梅，苗远杰也开始注意起她来，两人眉来眼去之间也慢慢有了暧昧关系。现在围攻张霞的人群中，打得最狠的就是李素梅。苗远杰气喘吁吁地赶到现场，看到张霞肿胀的脸庞，他几乎无法辨认。李素梅仍绝不解恨，朝张霞的脸上狠狠啐了一口。不知羞耻的女人！张霞发出尖叫，如同疯子一般在地上打滚，辱骂李素梅是个克夫的寡妇，诅咒任何触碰她的人都会遭殃。苗远杰此刻与李素梅关系暧昧，听到张霞如此诅咒自己，怒不可遏地甩了她一巴掌。你为什么不好好在屋里待着，非要到村里来丢人现眼？我只是想出来晒晒太阳，有错吗？你以为你怀的孩子很了不起吗？张霞被打得有些发懵。这个道理我明白，李素梅明白，村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，甚至苗远杰自己也清楚，唯独张霞执迷不悟。她歇斯底里地哭喊：苗远杰，你不是人，我给你生孩子，你却这样对我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？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？村头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，
苗远杰觉得颜面扫地，强行把张霞拖回了家。他将张霞锁在房间里，并严厉警告：“你给我好好反省，不向李素梅道歉，就别想吃饭。”房间里传来张霞的哭闹声和摔砸东西的声音，但苗远杰心不在焉，满脑子都是李素梅的身影。他按捺不住，迫不及待地去找她。李素梅的家仅有一墙之隔，苗远杰为了避人耳目，选择翻墙而过。我站在墙根下，很快就听到了他们幽会的声音：“哥，你这么着急来找我干嘛？妹子，刚才没弄疼你的手吧？看你这白嫩的小手都红了，真是让我心疼。”两人打情骂俏，笑语盈盈。我透过墙上的小洞窥视，只见李素梅眼神迷离，面颊微微泛红，含情脉脉地看着苗远杰。他们还在院子里喝起了小酒，玩起了情调。苗远杰不胜酒力，很快就醉倒在桌上。李素梅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对着墙上的小洞眨了眨眼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满意的转身离去。第二天，苗远杰捂着脸，匆忙跑回家中。远杰，你怎么了？我故作关切地询问。张霞也被我放了出来，她急切地扒开苗远杰的手，想要一探究竟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在苗远杰那饱经风霜的脸上，竟然被刻下了几个大字：“我是负心汉，我活该。”张霞吃惊地捂住了嘴，然后慌忙去摸苗远杰的脸颊。天哪，这字是刻上去的！就在几天前，我精心策划了一场戏，我让李素梅精心打扮，故意在苗远杰面前晃悠，同时我还不时地在苗远杰耳边吹嘘李素梅的美貌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我们趁苗远杰不备将他迷晕，然后在他脸上刻下了永恒的耻辱印记。你不是爱炫耀自己的风流韵事吗？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秀秋妹子，我跟他说清楚了，如果他再敢惹我，我就把他昨夜来找我的事抖出去。我就不信他的那个小三还会对他死心塌地。李素梅涂着鲜艳的口红，露出洁白牙齿，灿烂一笑：“妹子，姐这次这么帮你，等你赚钱了，可别忘了姐啊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算是回应。在苗远杰外出务工的这几年里，我并没闲着，尤其是得知他在外面拈花惹草后，我便下定决心要与他离婚。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，我与村民们合作开办了民宿，生意日益兴隆，我也逐渐找回了自信与笑容。那件事之后，苗远杰老实了许多，整日躲在家里不敢见人。他和张霞似乎又重归于好了。张霞期盼着能为他生个儿子，以此来稳固自己的地位。你说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？你的肚子这么圆滚滚的，肯定是个男孩。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，我停下手中的工作，擦了擦汗说：“你们想知道男女呀？我们村里有个算命先生，人称半仙，他算男女可准了。”张霞对我不屑一顾：“关你什么事？干你的活去。”然而苗远杰却动了心，觉得算一算也无妨。于是他们把半仙请到了家里。半仙端坐在床上，手轻轻触碰张霞臃肿的肚皮。张霞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。半仙又突然站起，绕着屋子走了一大圈。不妙，真是不妙！张霞急切地追问：“怎么了？什么不妙？”半仙沉重地回答：“你腹中的并非凡胎，而是山中的精灵转世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被戳穿了？”张霞不禁打了个寒战：“我能有什么事情瞒你？我每天都在这个屋子里，能做什么？”他瞪大了眼睛，试图表现得无辜：“你的气息有些不稳，像是遇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”半仙缓缓地说：“
每个字都似乎带有重量。他的双眸微闭，但目光却仿佛能穿透一切，直直地看向张霞的内心。半仙，我求你了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我不能失去这个孩子。张霞挣扎着想要下床给半仙跪下，但被我拦住了。半仙微微一笑，伸手在怀中摸索了一阵，拿出了几包药草。他在屋内的四角都点上了香，很快屋内就充满了淡淡的烟雾。只要你按时服用这些药，不但能够母子平安，还会得到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张霞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的光芒，迫不及待地接过了药包。半仙见状，满意地点点头，转身向门外走去。但在离开之前，他回头对张霞说：“记住，要想孩子平安出生，你的男人在外面不能有任何沾染，也就是说，他不能与其他女人有染。”张霞连忙点头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远杰他只会爱我一个人，他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。”半仙离开后，我紧随其后送了出去。秀秋姑娘，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。我感激地对半仙说：“谢谢你，叔叔。”半仙看着我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那药你自己千万别碰。”我微微一笑，心中早已有了计划。张霞被要求卧床休息，而李姐则频繁地找苗远杰，告诉他脸上的刺青是另一个嫉妒他的男人在两人醉酒后偷偷刻上的。苗远杰被李姐的魅力所吸引，再次陷入了她的温柔乡，夜不归宿成了常态。屋子里又只剩下了我和张霞两个人。我夹起一块肥肉放到他的碗里，听说附近村里有个男人在老婆怀孕期间出轨了，结果被当场抓住。张霞满嘴油污，愤怒地说：“那种不要脸的小三，真的应该好好教训一顿。”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也曾是小三的事实。我继续说：“那男人在老婆怀孕的时候出轨，不过话说回来，男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吧。怀孕的女人不能满足他们，他们自然就会去找别的女人。”我说话间，一直注意着张霞的反应。她停下了正往嘴里送的食物，眼中闪过一丝沉思。苗远杰刚踏进家门，张霞就迫不及待地扑进他的怀里。随着怀孕的月份越来越大，张霞的身形也日益臃肿，曾经合身的内衣如今已无法穿上。远杰，你看我美吗？他努力嘟起嘴唇，试图在苗远杰怀里撒娇，然而他迎来的却是苗远杰不以为然的目光。张霞想紧紧依偎在苗远杰的心口，但笨重的身体让他动作变得笨拙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苗远杰有些不耐烦地将他推开。我妈说了，怀孕稳定后就好了。张霞试图再次亲吻苗远杰，却被他断然拒绝。苗远杰突然从床上站起，声音坚决：“不行！”他的反应和言语成为了张霞情绪崩溃的导火索。张霞突然尖叫起来，声音尖利刺耳：“你是不是开始讨厌我了？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，你根本忍不住不在外面胡来。”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对苗远杰的指责。够了！随着一声怒喝，苗远杰狠狠地扇了张霞一记耳光。张霞立刻放声大哭，肥胖的身体随着哭泣一颤一颤的。我为了给你生孩子，连老公都离了，你现在就这样对我？她试图挣扎着站起来，想要像电视剧中的女主角一样愤然离去。然而，肥胖的身体让她无法如愿。她挣扎了几下，最终又重重地躺回床上。这个场面甚至有些滑稽。我努力忍住笑意，只能转过身去，不让张霞看见我脸上的表情。
张霞呀张霞，你当初给苗远杰当小三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？然而，苗远杰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，但这并非出于对张霞的爱或愧疚，而是因为半仙在家里点燃的香中掺杂了催情剂，他们两人依旧视我为无物，当着我的面尽情缠绵。欢愉过后，张霞紧紧搂着苗远杰，娇羞地问道：“远杰，你这段时间没有在外面偷吃吧？”苗远杰有些烦躁地回答道：“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我前几日去拜访了一位算命高人，他特意叮嘱你这段时日不得对其他女子有心动之念。”苗远杰闻言，身躯微微一震：“哎呀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心里只有你。”苗远杰的回答显然有些敷衍。张霞虽未言语，但心中却难免起疑。那个算命先生，他算的究竟准不准呢？张霞突然转头向我询问：“准得很。那半仙说要你晌午遭殃，你绝对过不了未时。”张霞小声嘀咕：“你这话听着怎么像诅咒我呢？”我笑了笑，没有在意，这笑是发自内心的，因为张霞已经开始对苗远杰起疑了，他开始怕了。我们正聊着，张霞又使唤我去为他准备茶水，他毫不犹豫地将半仙给的药丸吞服下去。自从服用了半仙的药后，张霞的身体状况日益改善，甚至面色都红润了许多，脸上泛着健康的光泽。半仙不愧是半仙，算的就是准。张霞对半仙的信仰越来越深。他说这番话时，眼睛不由自主地瞟向苗远杰。苗远杰近日总是忙碌，很少在家露面。猜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会生根发芽。苗远杰刚走，李素梅就推门而入：“远杰去哪儿了？”她环顾四周，成熟女性的韵味十足。“你找远杰有何事？”张霞的眼神中充满了敌意。“哦，远杰把皮带落在我那儿了，我来还给他。”李素梅解下自己腰间的皮带，那皮带又宽又大，明显使用过多时。苗远杰的皮带怎会出现在李素梅的腰间？这难免让人浮想联翩。张霞怒不可遏，抓起桌上的玻璃杯就朝李素梅砸去。我赶忙送李素梅离开。“秀秋妹子，我这演技可还行，你得给我加钱啊。”李姐跟我开着玩笑，我感激地握住她的手。“姐，你放心，等我了却了这桩心事，我们一起闯事业。”李姐放声大笑，她的笑声与她的外表大相径庭。从外面的喧嚣中回来，家里的气氛显得尤为冰冷。张霞与苗远杰对坐无言。“你和李素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为何会拿着你的皮带？”“苗远杰，你还要不要脸？”这一连串的质问让苗远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我怎么知道我的皮带会出现在他的腰间？我跟李素梅之间清清白白。苗远杰向张霞再三保证，但张霞对他的信任早已消磨殆尽。毕竟他自己也曾是小三，他怎会不明了苗远杰的本性？“你如何证明你们之间没事？你把裤子脱了，让我检查。”张霞挣扎着要去扯苗远杰的裤子，苗远杰迅速后退，张霞失去平衡，向后仰倒，像不倒翁一样。我心想，这两人还挺有表演天赋，不送他们上春晚真是可惜了。两人在屋内争执不下，苗远杰一气之下摔门而出。砰！外面的雷声与苗远杰摔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震耳欲聋。前几天，我看到苗远杰进了别的女人的家，你听说了吗？苗远杰脸上的字就是李素梅给他留下的，他们之间说不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。
我故意打开门，让村里的小喇叭、杂货店老板娘把这些消息传播出去。村里的女人们纷纷来到我家看热闹。苗远杰本就不是个安分的人，现在都不回家了吧？虽然只隔了一扇窗，但张霞在床上无力地坐着。住口！都给我住口！他在房间里怒吼，把他们都赶走，快赶走！我们却装作没听见，反而聊得更加起劲。过了一会儿，房间里安静了下来，我们也逐渐降低了声音。给来看热闹的婶娘们发了红包后，我满意地走进屋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。走近一看，张霞已经动弹不得了，她的两腿之间羊水已经破了。张霞被苗远杰出轨的消息气得羊水破了，她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：“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医生啊！”苗远杰说着，一把将我推入倾盆大雨中。远杰，我好疼，救救我！张霞的痛苦呻吟声穿透了门扉，传入我耳中。这回你算是走到绝境了，我在心中冷然笑道。等待医生的漫长过程中，苗远杰焦急地冲出门，试图寻求帮助，将张霞送往医院。然而，村里的人家都紧闭门户，无人愿意伸出援手。苗远杰绝望地跪在村长家门前磕头，但村长也无动于衷。冰冷的雨水淋湿了他的脸庞，同时鲜血从张霞的双腿间缓缓流出。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。太好了，这场雨似乎正在洗涤一切的污秽。数小时后，苗远杰终于拦到了一辆车，他急匆匆地将张霞送往省城的医院。我望着他们在泥泞道路上渐行渐远的背影，默默地计算着时间。那个孩子注定无法来到这个世界。没过多久，苗远杰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村里的那几十万什么时候能到账？霞霞要生孩子，现在急需用钱，等我回去再跟你算账。他气急败坏地说完，我平静地回应道：什么几十万？那笔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不等他继续咆哮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这些日子，苗远杰早出晚归，原来是沉溺于村里的棋牌室中。我之前给他的那1万块钱早已被他挥霍一空，而我一直在给张霞送去补药，那些药都是半仙儿开的大补之药。张霞腹中的胎儿因此越长越大，到了分娩的时刻却迟迟无法出生，最终孩子在张霞腹中因缺氧而夭折。当张霞从医院被送回来时，她头发散乱，面色苍白，乍一看去如同一滩肉泥瘫在床上。你还我的孩子，肯定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动了手脚。我微笑着面对她的指责，她挣扎着想要起身打我，但稍微一动就撕裂了生产的伤口。门外的警笛声越来越近，我脸上的笑容也愈发灿烂。警察一进门就将张霞团团围住。张霞，你涉嫌捕杀野生动物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张霞刚想反抗，就被冰冷的手铐锁住了双手。你们都该死！他愤怒地嘶吼着，但无济于事。被押走时，张霞仍在激烈的反抗，用恶毒的言语诅咒着周围的每一个人。最终，张霞和苗远杰双双被判入狱3年，而我也因此得以顺利与苗远杰解除了婚姻关系。在牢狱中，张霞的情绪逐渐失控，整日对苗远杰进行无休止的责骂。他的行为愈演愈烈，后来竟开始自残。令人扼腕的是，短短数月后，他选择了以头撞墙，终结了自己在狱中的生命。当苗远杰终于熬到出狱的那天，他身心都已疲惫不堪。喂，是我今天出狱，你过来接我。
苗远杰试图以命令的口吻让我到监狱门口接他，然而我没等他说完，便果断地挂断了电话。没有学历，脸上还刻着耻辱的标记。苗远杰找工作四处碰壁，他曾尝试回到之前做工的工地，祈求包工头重新收留他，可惜工头只是将他一顿臭骂赶了出去。苗远杰在工头的辱骂声中离开了工地，他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，感觉每一个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。他知道自己脸上的字和那段牢狱之灾的经历，已经让他在这个小镇上成了一个笑柄。他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心中充满了迷茫和绝望。曾经的他是那么的自信和骄傲，可现在看来，那一切都只是幻觉。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条在沙滩上搁浅的鱼，无力挣扎，只能等待死亡的降临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看了一眼屏幕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接听了电话。喂，是苗远杰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是我。你是谁？苗远杰疑惑地问道。是我，孙老板。我之前听说你的事情了，现在出来了吧？我这里有个活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孙老板是镇上一家小型建筑公司的老板，之前苗远杰曾经在他的工地上干过一段时间。苗远杰心中一喜，连忙说道：有兴趣？当然有兴趣，谢谢您还愿意给我机会。那就好，明天来我的工地报道吧，具体的位置和时间我会发给你的。孙老板说完就挂了电话。苗远杰握着手机，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。他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，也许这是他重新开始的机会。第二天一早，苗远杰按照孙老板发的地址找到了工地。他看到工地上忙碌的工人们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走了进去。孙老板，我来了。苗远杰向正在指挥工作的孙老板打招呼道：来了就好，你先去换衣服吧，然后跟着张工去干活。孙老板指了指旁边的一间小屋说道。苗远杰感激地点了点头，快步走向小屋去换衣服。他换上了工作服，戴上了安全帽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多了。他走出小屋时，正好看到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。你就是苗远杰吧？我是张工，以后你跟着我干吧。中年男子看了他一眼说道。好的，张工，请多关照。苗远杰恭敬地说道。就这样，苗远杰开始了他在工地上的新生活。虽然工作很辛苦很累人，但是他却感到非常充实和满足，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他必须好好珍惜和把握这个机会，来证明自己能够重新做人，重新赢得尊重和信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苗远杰逐渐适应了工地上的生活，并且表现出了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，赢得了同事们的认可和尊重。他也逐渐找回了自信和尊严，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目标，并且为之努力奋斗着，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，过得更加美好和充实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